南师傅，王爷伤得重吗？已经1天1夜了。他这是强行运功，只是内伤发作，故毒复苏。可还有哪位英雄愿意前来应战？如若无人再来，那什么？阁下是？按照江湖规矩，总得先报个名号。我从来不守规矩。你究竟是谁？但凡我想要的东西，从来没有得不到。是暗器，沈公子受伤了，抓住他！居然敢向沈公子发暗器，抓住他！抓住他！下三滥！哎呀，告诉他不要乱来！那小皇帝的天下就那么重要吗？南师傅，现在要如何是好？你先去城中寻一处宅院，要安静些的。因为这次比武招亲，城里早就住满了人，莫说是空院落，就连空房都没了。那州府呢？州府，那可是楚皇的住处啊！就因为是楚皇的住处，安静无人打扰，还有御林军暗中把守，最合适了。哎，快去！这，哎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啊！去！是，属下这就去。哎呀，晋江文学城，雨笑阑珊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北斗企鹅工作室制作，广播剧《帝王攻略》第3期。有人捣乱。是，那人据说曾经和追影公结下梁子，此番趁乱来寻仇的。可有人受伤？沈千灵小公子中了暗器，千帆将军在比武中吐血落败，昏迷不醒，被人抬下去了。下去吧。皇上，出了何事？皇上，方才客栈那头来人说，西南王受了伤，已经昏迷不醒1天1夜，想要找处僻静的宅子疗伤。受伤？话是这么说的，皇上您看。派2个人跟过去，先将人带来再说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就把他搁在这儿。这床该不会是皇上用的吧？哎呀，别废话了，快点！怎么会伤得如此严重？回楚皇，王爷先前练功之时，曾不慎走火入魔，此番又在擂台上强行运功，所以伤了心脉。这可要请九殿下来看看，正巧他也和追影公一行人来还天债了。哎，不必，我来便好。阁下是？回楚皇，这位是我家王爷的师傅。那老奴，这位公公，不如带我去厨房烧些热水，等会儿王爷好用啊。前辈，他为何突然走火入魔？哎呀，并非突然呐。白月原本就有内伤，此番在比武招亲时又强行运气。何时受的内伤？此事说来话长。那时我徒儿，师傅。哎呦，你醒了，醒了便好，醒了就不用手脚瘫软、七窍流血、印堂发黑，万一失心，生不如此啊！还请楚皇务必将我这徒弟抱紧一些，免得又出事端。我去厨房看看，热水可烧好了。你中了蛊？西南王府长大的人，谁身上没几条蛊虫啊？算不得大事。那为何会突然走火入魔？自然是因为练功不得要领了。既是身受重伤，便该回西南王府好好休息。此次西北之战，段王不必去了。
我不去，谁帮你？武林盟主沈千峰，他与小景是朋友，还有追影公主秦少羽同行。看来帮手颇多，也罢，那我回西南了。好好休息，这里无人会来打扰。好。怎么了？无妨，过阵子便会好的。你真的没事吗？那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得问我那个好师傅啊。哎，怎么样啊？合欢谷是不是成效显著啊？嘿嘿，身中合欢谷，若是不能及时做些事情，怕是会爆啊！哎，多念，快去，把青楼里最好看的姑娘都包下来，10几20个就够了。是。哎，白月呀，为师已经用合欢果吞掉你体内发作的金蚕线，虽不长远，至少可解一时之苦啊，蚀骨销魂，总好过万箭穿心嘛。徒儿不介意，宋师傅再回坟里多待上2年。不管我师傅说什么，都不要信。为何不早些告诉我，你中了金蚕线？因为丢人。再说，若是不能来比武招亲，岂非白白错失大片西南封地？你这里有酒吗？你还有伤在身。金蚕线1年也就醒1回，如今已经压下去了，喝点酒也能缓解现在这个情况。哼，少在朕面前犯贫。别倒了，酒太烈，喝多会醉的。醉了又如何？我还有话要说。啊！当真要自己去西北？君无戏也。刀剑无眼，打起仗来要多加小心。我已将西南军安插分布在驻西北重镇。这是兵符，你拿着。待到漠北叛军南下之时，自会有人来找你。多谢。何必言谢？你的伤当真很重。跟你说了，师傅的话不要信。朕在问你。即便是手上破了个口，也会被他说成是断了胳膊。没事就好。好好照顾自己。如若我出关之时，西北战事未了，我便去找你。好。师傅买的都是些什么？绣花扇子，泥人，哼，还不如给个无辜小人呢，还能扎一扎。单凭这些东西就想收买我，想得美！南师傅已经费尽心思了，真的就买了这些。不行不行，怎么也得再加上他心爱的紫金骨。小王爷，换一个行吗？南师傅听到这话，估计要哭了。哼，没得商量。师傅呢？还有我哥，怎么也不见了？把我丢去江南1个多月，回来连个面都不露，就想用这堆东西打发我？王爷和南师傅都在后山闭关。为什么？
就为了躲我？不是，南师傅在替王爷疗伤呢。我哥他又受伤了。哎，总算带出来一条。只是一条。哎，能有就不错了。慢工出细活，这东西急不得。况且今年金蚕县已醒，你还跑去比武招亲，处理起来更劳神费时。还要多久？哎呀，至少5个月。西北你就别想了，那小皇帝已经大获全胜回王城了。你老是在这儿疗伤，否则要是落下病根，口眼歪斜，再来个不举，你……师傅，我继续练功还不行吗？皇上，太傅大人求见。宣，老臣参见皇上。免礼。太傅怎么来了？皇上见谅，此事本不合规矩，只是老臣思前想后，这份试卷若是不能让皇上看到，着实可惜。为何不合规矩？此考生不知何因，题目只做了一半，但字体飘然洒脱，通篇文采斐然。若能将文章写完，只怕状元非他莫属。哦，好，考生叫什么名字？温柳年，江南人。将人找来，朕要亲自见见他。是。草民参见皇上。温柳年，正是草民。起来吧。这文章当真是你所作？是。为何不肯写完？因为考试当天，草民腹中不适，往茅房跑了7、8回，不仅腿软还头疼。后来实在坚持不下去，只好匆匆交了卷。原来如此，今晚便留在宫中吧。明日随朕一道去早朝。若是你能有本事将那帮老臣说服，朕给你个探花做。草民谢皇上隆恩。吾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皇上，这回可当真再拖不得了呀！何事拖不得？自然是从各地召选秀女入宫之事。朕先前就说过，西北战乱方平，余事未了，此事压后再议。温柳年，草民参见皇上。你对此怎么看？回皇上，选召秀女说来简单，背后却是数以万计的银两花销。江南水患频发，朝廷不惜耗费巨资改造河道。不知诸位大人可亲眼看过万千劳工顶着严寒酷暑日夜劳作的场面？他们只为能在今年汛期前完工，保住千里沃土、鱼米之乡。若在此时广选秀女，百姓心中只怕也会颇有微词。皇上为国事不眠不休，当真殚精竭虑，心系天下。皇上这份体恤百姓的宽仁之心，这份无言大爱，若因一次选秀女而遭民众误解，那将是我大楚的不幸，我大楚的辛酸与悲哀呀！众爱卿可还有话要说？诸位大人，承让。温爱卿在考试当日身体抱恙，没能写完文章，只是文采太过斐然，太傅便自作主张呈给了朕。此事本不合规矩，所以想问问诸位爱卿，这个探花郎，朕是给
还是不给？是考试当日恰巧不是，还是一直便身染疾病？在科举前忍不住吃了2只烤鸭，所以腹痛如绞。若非太傅大人有心，那2只烤鸭到底会让我大楚失去何等人才啊！老臣不敢居功，实在是温六年文章精妙，虽只有寥寥数语，但其中提到的水利之法却见地独到。温六年，朝中正是用人之际，不如……皇上，草民有个不情之请，还请皇上恕罪。你说，草民想做地方官。地方官？是。蜀中云岚城是个好地方，那边正巧还是追隐公的所在地。爱卿先去做个县令，7品小官，可觉得委屈？臣谢主隆恩。王爷，这个月从王城来的密报已经送到了。近日，皇上与江南才子彻夜长谈。才子名叫温六年，温六年长相俊美，皇上对其极为喜爱。皇上日日召温六年进宫，连用膳也要一道，还特意叮嘱御膳房做烤鸭。对温六年关怀备至，连大臣给温才子。皇上与温六年彻夜长谈，皇上和温六年一起用膳，皇上对温六年关怀备至。段念，王爷请吩咐。霍云石给我牵出来，我要出门。3-4万同方之远，烈袖泼墨一卷，而情至深处，画中你与我比肩。写过诗句百篇，今已忘年，树儿梅花开满天，恰好这个世界，恰好的一切，黄土霸业笑谈间。此生缘风沙，地也千古未平。抬头是天星月圆，山河如画，唐突了离别。雨落心中之前，别虚透窗沿。重逢是否能预言？半月千里冬天，想起了思念，不急不缓这缠绵。夜半钟声遥远，困于山巅。铁甲战双人无眠，恰好风吹了叶，恰好的满园，3000情丝